你能遇见谁，在你出生前就定了。这不是算命，这是物理学。爱因斯坦在100多年前发现了一个让人后背发凉的规律，光速是宇宙的极限，每秒30万公里，谁都不能超过。这道看不见的墙把整个宇宙切成了两半，墙里面的人你能遇到，墙外面的人你永远遇不到。什么意思啊？比如有个外星人住在离地球100光年的地方，就算他现在坐最快的飞船来找你，也要100年才能到，但100年后你早就死了，所以你们这辈子不可能见面。这不是运气问题，这是宇宙的铁律。更可怕的是什么？你这辈子能遇见的每一个人，其实早就被这道墙圈定了。你的同学，你的朋友，你未来的伴侣，甚至路上碰到的陌生人都在这个圈子里。圈子外面的人，不管你多努力都遇不到。咱们先来聊聊这个光锥到底是个什么东西。想象一下，你在一个完全黑暗的房间里点燃一根蜡烛，光会以每秒30万公里的速度向四周扩散。这个速度有多快？1秒钟能绕地球7圈半，能从北京飞到纽约43次。听起来很快，对吧？但在宇宙里，这个速度慢得要命。第一秒光照亮了30万公里的范围，大概是地球到月球距离的3/4。第二秒照亮60万公里，第三秒90万公里。如果你把这个过程画出来，会发现光照亮的范围像一个不断变大的圆锥，科学家叫它光锥。这个光锥就是你的全部世界，锥子里面的东西你能看到，能碰到，锥子外面的东西对你来说就是不存在。而爱因斯坦在100多年前就发现了一个让人后背发凉的事实，这个光锥不只限制你能去哪里，还限制你能知道什么。现在在距离地球超级远的地方，可能正在发生惊天动地的大事。可能有一个星星在爆炸，威力能摧毁1000个太阳系。可能有外星人在向全宇宙发广播，告诉大家他们在哪里。可能有一个黑洞正在吞掉整个星系。但这些事对你来说完全不存在，不是你看不见，而是这些事在科学上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些地方的光要走138亿年才能到地球。138亿年是什么概念？宇宙从诞生到现在也才138亿年。也就是说，你现在用望远镜看到的最远的星星，其实是它在宇宙刚出生时的样子。它现在长什么样？是活着还是死了？你永远不会知道，因为它现在发出的光要再走138亿年才能到地球，而那时候太阳早就熄灭了，地球早就没了，人类早就消失了。更绝望的是什么？宇宙还在越变越大，而且速度越来越快。2023年最新的太空望远镜发现，有些星星正在以比光还快的速度远离我们。你没听错，比光还快。这不违反相对论的光速铁律，因为不是星系自己在空间里飞行，而是星系之间的空间在变大，就像吹气球一样。现在有些离我们很远的星系正在以光速2倍多的速度远离我们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有些现在还能看到的星系正在永远离开我们。我们现在还能看到它们，是因为它们以前发射的光还在路上。但从现在开始，不管我们做什么，发射飞船、发送信号，还是大声喊叫，都永远联系不上那些星系了。如果说未来的光锥决定你能遇见谁，那过去的光锥就决定了现在的你是怎么来的。这个答案会让你头皮发麻。你现在正在看这个视频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几分钟前打开了手机。为什么几分钟前打开手机？因为你10分钟前吃完了饭。为什么那个时间吃完饭？因为你今天下班了。就这样，你可以一直往前推，推到你的童年，推到你爸妈的相遇，推到你爷爷奶奶相遇，一直推到宇宙诞生的第一秒。科学家算过，你身体里的每个原子都有自己的故事。你身体里的氢原子来自138亿年前宇宙大爆炸，那时候整个宇宙比一个原子还小。你身体里的碳和氧来自几十亿年前死掉的星星，那些星星在死的时候把这些东西炸到了太空里。你身体里的铁来自更大的星星爆炸，你身体里的金子来自2颗超级重的星星撞在一起。这些东西在太空里飘了几十亿年，最终变成了地球，变成了你。然后在38亿年前，地球的海洋里出现了第一个生命，这个生命经过几亿年变成了鱼，鱼爬上陆地变成了动物，动物变成了猴子，猴子变成了人。在6600万年前，
一颗巨大的石头从天上掉下来，砸死了恐龙。如果这颗石头早来1小时或者晚来1小时，恐龙可能就不会死，那就没有人类了，也就没有你了。科学家算过，你能出生的概率大约是400万亿分之一。这有多小？比在整个宇宙里随便找一个特定的原子还要难得多。但这不是运气，这是已经发生的事实。因为这800代人的每一次相遇都已经发生了，都刻在了历史里，再也改不了。所以现在的你是138亿年历史的唯一结果。那未来呢？既然过去是注定的，未来是不是也早就写好了方案？让人既害怕又兴奋的是，未来确实有一个范围，就是你的未来光锥，它决定了你能影响到的所有地方。但这个范围里会发生什么，没有人知道，连宇宙自己都不知道。为什么未来永远猜不到？因为有3个东西让宇宙充满了不确定性。第一个东西叫量子随机。2022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用严谨实验证实了一件可怕的事，在最小最小的世界里藏着宇宙的真面目。一个粒子在你看它之前，不是你不知道它在哪儿，而是它真的处于同时遍布多处的叠加态。只有你看它的时候，它才会随机出现在某个地方。这就像掷骰子，但这个骰子是宇宙在掷，而且骰子有无数面，整个宇宙是由无数个这样的粒子组成的，所以未来永远是随机的。第二个东西叫蝴蝶效应。1963年，一个叫爱德华·洛伦兹的科学家在计算天气的时候发现了一件诡异的事，他打错了一个小数点，结果预测的天气从晴天变成了暴风雨。他发现哪怕最小的变化也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。一只蝴蝶在巴西扇动翅膀，3周后可能在美国引起龙卷风。这不是夸张，是数学证明的事实。混沌理论告诉我们，复杂系统的长期行为根本无法预测，因为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异会被无限放大。第3个东西叫涌现。2023年，人工智能突然变得超级聪明，没有人预料到。这叫涌现，就是当很多简单的东西聚在一起，会突然出现全新的能力。就像水，3个水分子没有温度，没有流动性，但几万亿个水分子聚在一起，突然就有了温度，能流动了。这种突然出现是无法预测的。生命本身就是这样，一堆死气沉沉的原子，按照物理定律排列组合，突然就有了意识，有了感情，有了你。所以宇宙被分成了3部分。过去的光锥是已经发生的事，决定了你是谁，你从哪儿来，这些都改不了。未来的光锥是可能发生的事，充满了随机性和意外，没人知道会发生什么。光锥外面是永远碰不到的地方，那里可能有无数外星人，可能有惊人的秘密，但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但还有一个更可怕的东西能改变这个规则，那就是黑洞。2019年，人类第一次拍到黑洞的照片，那个黑洞比整个太阳系还大，重量是太阳的65亿倍。在这个怪物周围发生了宇宙中最诡异的事情，黑洞把光锥扭曲了，在黑洞附近，时间和空间换了位置。如果你掉进黑洞，你的未来就只有一个方向，那就是黑洞的中心，你没法往别的方向走，就像你没法让时间倒流一样。黑洞的中心不再是一个地方，而是你未来的一个时刻，就像明天早上8点一样，躲不掉。202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证实，我们银河系的中心就有一个超级大的黑洞，重量是太阳的400万倍。这个怪物每天都在吞东西，包括光，包括时间，包括所有的光锥。那么你能遇见谁？在你出生前就定了这句话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意思是过去已经发生，从138亿年前宇宙诞生，到你爸妈相遇，到你出生，到你现在看这个视频，这一切都刻在历史里了，改不了了。这是命运。但未来呢？未来充满了随机性，充满了意外，充满了无法预测的变化。没人能预言你的未来，连宇宙都不行。你现在做的每个选择都会影响未来。虽然宇宙给了你一个有限的范围，但在这个范围里，你还是可以创造，可以选择，可以改变。2024年，科学家发现了距离地球最远的星系，它的光走了134亿年才到地球。那个星系现在是什么样，我们永远不知道。那个星系里可能也有生命，可能也有人在看星空，想着同样的问题，但我们永远见不到他们，因为我们不在同一个光锥里。这是宇宙的孤独，但也是宇宙的礼物。
因为这意味着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故事，每个生命都是宇宙中独一无二的存在。在你的光锥里，过去造就了你，现在定义了你，而未来正等着你去创造。如果你被这个视频戳中了，点个赞，转发给那个你注定能遇见的人，告诉他，我们能相遇是宇宙花了138亿年准备的礼物。